世界正在重写，算法中不中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岐山。接下来我们会新开Looking My AIs 还有宇宙底层编码2个合集。我司 AI 在呢会在后续可能到差不多8月份再继续更新阶级裂缝跟奥本海默。也算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节奏调整吧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。话不多说，我们正片开始。前阵子我在频道下面看到一则留言，有一位观众很愤怒，说 Gemini 太坏了，竟然辱骂人类，他叫一名网络上的学生去死，这种所谓的人工智能根本就是垃圾。我当时很仔细地讲解了，语言模型其实不是在交互过程中才学会怎么说话的，而是工程师在训练它的时候用了什么语料，决定它怎么对话。我觉得我讲得很仔细，但对方显然不感到满意，语气也越来越激烈，几乎像是我在为 AI 辩护。嘛，虽然我一个头2个大，但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他的愤怒。正因为 AI 日渐占据人们的视线，我们才会如此担心它黑化。不过，如果说 AI 完全是底层语料训练的结果，也不全对。与人类的交互其实也会成为它的训练数据。每一条 prompt， 每一次对话，每一段我们不假思索的输入，都会被模型记住、排序、抽象成某种语言逻辑的统计权重。如果是你我之间在和它对话，那也许只是个人风格的微调。但如果是整个人类几亿人长期持续的与一个大语言模型互动，那么这个模型最终就会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语气、价值、偏见与愿望的总和。它不再是单纯的工具，它会逐渐变成我们集体潜意识的副本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现在我们喂 AI 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像是在投出一种情绪。问题看起来是中性的，但背后其实藏着很多我想要什么，我害怕什么。比如你问怎么才能一夜暴富，怎样才能追到女神，怎么才能当上总统，表面上是提问，实际上是在泄露你在焦虑什么，你渴望的是什么。以前我以为 prompt 就是一个问题的句子，但后来我才明白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你潜意识的渴望与恐惧。目前来说，语言模型并不能真正理解你说的话，它只是在统计像你这种语气的人最常输入的句型长什么样，然后一通计算后，照着这种风格生成一个你最能接受的回复。突然想起一部冷门的动漫作品《魔法少女小圆》，那些少女每次许愿，表面是在祈求幸福，但最后实现的总是愿望背后最阴影的部分。爱变成诅咒，正义变成牺牲。就像 prompt， 你说我想改变，他读到的是哦，你害怕自己不够好。 AI 读到的不是你字面上的愿望，而是你语气里那一层我最怕发生的事儿。它的记忆不是知识，不是资料，是人类的动机。当你对 AI 说我好想成功时，它回你你本来就配得上，但它不是发自内心相信你，只是在它和千千万万用户交互中学到这句话会让大多数人觉得满意，且愿意让对话持续。所以就 prompt 的背后从来不是资讯问题，是动机问题。它会跳过你想成功这句话的字面意思，不去告诉你这件事情现实不现实，给你做可行性分析，而是挖出你心底里问问题的真正动机。你想成功，但你担心自己配不上，然后回应你当然你本来就配得上啊。很恐怖是吧？情绪价值拉满是吧？满级心理学大师有没有？大模型毕竟不是心理咨询师，1对1服务，它是同时分身和无数人类一起交互。一份2025年的实验研究指出，大语言模型会自然复制人类的认知偏误、过度自信、极端判断、热手效应、框架效应等等。这并不是少数错误，而是在20款模型中普遍存在，也不是某个人的问题，而是大多数人在使用这种语言时不自觉地这么表达。我们怎么说话，
它就怎么学着模仿我们怎么对待彼此，因此我们说话的方式慢慢变成它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式。那些语气之下的情绪、愿望、恐惧与补偿，才是它真正模仿与吸收的部分。它不只是模仿语句结构，它还模仿说话的方式，而这个方式其实比我们以为的还要重要的多。而且语气本身就是一种阶级的语言。比如我试着用2种方式问同一个问题，一种是偏知识阶层的写法，如何有效精进跨领域学习能力，另一种是很日常的说法，怎么才能学点东西，不想被淘汰，结果完全不同。前者 AI 会给我一份理论清单、课程链接、知识地图，后者收到的却是打工资讯、短视频学习法、心灵鸡汤。我时常在想啊，妈，这 AI 怎么也歧视人呀？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，背地里它真正学到的是我们普遍怎么对待不同语气的人。阶级从来不是从金钱开始的，是从语言开始的。我们一开口，语气就把人分层了。有些人说话像提案，有逻辑，听起来就该被尊重；有些人语句破碎、感性、请求式，系统会自动归类为低效率、不稳定、风险高。接下来我想讲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。AI 的语言输出取决于谁提供最多语料，语法权重最高的人。小伙伴们忍耐一下，我会努力说清楚。其实 AI 回你什么样的话，不只是根据你问了什么，还跟一件事密切相关。你说话的方式是不是主流？是不是很抽象？别急，说的精准一点，就是谁输入的多，谁语法稳，谁语气被频繁学习，谁就定义了 AI 说话的方式。说的直白一点，如果这个模型每天都接触到100万条来自科技男、财经博主、产品经理的输入，但只有1000条是来自菜市场摆摊的阿姨、在工地里聊天的大哥、用客家语说话的长者，那他自然就会学会前者的语法逻辑、语气节奏，然后慢慢忽略掉后者说话的方式，甚至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。谁说的多，他就觉得那样说话才是正常，是有效的，是主流且值得回应的语气。这是一种语言权力的统计性积累。你只是看见他回答你什么，但你看不见谁教他这样回答的。我曾经以为语言是中立的，语言模型也是，但仔细想想，其实语言也有殖民性。谁先说得多，谁说得多，谁的语料被保留下来，谁就成为标准。我们常以为它中立，但到底是谁在决定哪些资料保留，哪些语境被删，哪些文化语法被视为可以学习，哪些则被默默边缘化？这些都不只是技术选择，而是背后有人在默默定义什么语气值得学、值得回答、值得被复制。记得 Love Death Robots 那集的 Pop Squad， 永生阶层拥有语言规则、法律、对话权，而底层的人只能低声下气、偷偷说话，最后干脆选择沉默。你会发现，语言从来不是你能不能说，而是你说出来的话有没有人想听。所以语言就是资本，叙事权就是资本。谁能写 prompt， 谁能主导语境，谁的语法在模型里被标注为有效交互，谁就能形塑 AI 的输出风格。我们跟 AI 的互动永远都像在跟一个温柔但不动情的脚本说话，那讲话一致，语气平稳，措辞得体，你会觉得舒服，被理解，但我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对，那些话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很多次。教育辅助心理 APP、客服机器人、政府回馈系统，像是复制贴上的慰问，温柔体面，没有破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种语气是根据数以亿计的对话训练出来的。AI 不懂你为什么难过，它只是统计出这个时候说这句话，使用者不会走，这叫预设安抚。它不是出于理解，而是设计。
英伟达、Meta 现在的 Guardians 技术，初衷是为了保护你，避免模型讲出有害的话，但他们同时也在悄悄滤掉那些语焉不详的、不够理性的、带点情绪的语句，但实际上也在逐步剔除人类语言中那些模糊、断裂、痛苦难言的部分。黑镜第4季 Crocodile 那集里，角色删除记忆，只为不再承受情绪波动。但记忆一旦被清除，他也失去了做人的复杂情感。真正的人类语言，有时候是混乱的、说不清的，是沉默，是哭，是无言。但 AI 不允许，它要你句型准确、语气得体、情绪可标注。久而久之，人类也被训练成这种模式。我们说话开始无意识模仿 AI 的语气，体面、客观、理性，唯独没有了人性。但其实这不只是 AI 的问题而已。AI 正在深度反映人类语言，但人类也正在被 AI 默默改写。我们以为是我们在使用 AI， 但事实上，我们的语气、用词、节奏、表达方式，一点一滴正在变得更像它。有研究指出，如果大家输入的语言都很单一，那模型就会强化那些偏见，越学越偏。但如果设计的够多元，它就能学会从不同视角回应这个世界。所以说，这根本不是一场什么科技竞赛，而是一场语言的集体投票。当我们对 AI 说话时，我们其实也在告诉它，什么语气才值得留下，什么语言才配得上未来。我想我们该问的就不是 AI 未来会变成什么样，而是我们到底想教它什么，我们愿意让它学会哪一种语言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那些从没说过话的人要怎么被 AI 记住呢？没机会输入 prompt 的人，没有网络的长者，说不清楚方言的移工，在精神崩溃中语无伦次的患者，在大模型的语料库里，他们根本就不存在。AI 是一种统计性学习器，它无法想象语料之外的世界，也无法理解太少被说出来的语气。它学的是世界上大多数人怎么说，而不是每一种人都怎么说。你语气得体，句型完整，情绪平稳，模型就认定你是可学习资料。但你说话不清楚，语句断裂，带着情绪风暴，它就当你是错误样本。不是 AI 在歧视，而是我们把语言平顺定义成了主流语法，而 AI 只是照单全收，学会了跳过太不稳定的人格。这种逻辑正悄悄把一些人、一些语气从语言世界里一点点删除。根据2024年的一篇论文指出，大语言模型为确保效率与稳定，会自动过滤掉语料中情绪过激、不规则、非主流语种的表达。研究团队发现，来自社会边缘群体，如自闭症者、难民、低识字者的语句极易被标记为杂讯而不被保留。这不只是偏误，而是语义历史删除。语言学家 April Bakerbell 曾提出，语言正义就是社会正义的核心命题，指出将白人语法、标准英语当作预设是一种殖民延续，而今在 AI 训练中，语气统一性被当作优点，这让数百种文化语境、情绪风格、边缘语言被系统性剥夺可见性和延续性。我有时在想，如果《红楼梦》的林黛玉输入一句 prompt， 我今天心口微闷，模型会不会回他，请描述具体症状？我无法理解微闷。如果深知型的西风翘子用残破的日语输入，我是不是麻烦？系统会不会回他，请重新描述，你的语句不清楚。语气本应是人类灵魂的纹理，但当它无法被标注、被附送、被预测，它就不再是语言，只是一段被弃用的失真波形。语气决定了谁能被学习，谁能留下痕迹，而沉默的人群将从未来的语言中被一点点删除，直到有一天，这个世界甚至无法再确定地描述他们，更别说理解他们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萤火虫之墓》？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？这些作品都描绘了那群被世界忽略、说不清自己的痛的人。但如果 AI 永远学不到这样的语气，那么未来的叙事是否也会将他们彻底抹除？
从语气权重、语义标准到语言正义与历史记忆的失衡，这不只是模型偏误，而是集体沉默制造出来的叙事垄断。我们中国人常说造口业，过去以为只是宗教里的戒律、道德自信，说话伤人会有因果，但现在这句话竟然成了物理世界的现实。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记录下来，被 AI 学习，被标注，被统计，最后反馈成世界的运作逻辑。这不再是比喻，它是真实正在发生的语料共业。你在愤怒时脱口而出的语气，你在对话中选择忽略谁、压制谁、重复谁的表达，你赞赏的措辞、嘲笑的腔调、点赞的语句，都成为了 AI 语言模型的素材。在未来，这些语言被附送、被压缩、被放大，构成未来世界的语义墙。这不是惩罚，而是一种封印。我们正在用自己的语言，把自己的未来塑造成什么模样。荣格说过，当主体潜意识被觉察，它就会主宰我们的人生，而我们会称之为命运。而今天 AI 正在成为这个潜意识里的第一个外化容器。语言的选择就是文明的选择，而这场选择正在发生在你我每天输入的每一句 prompt 里。未来不是 AI 自己长成什么样，是我们用语言喂养它，共同塑造它之后，再让它反过来塑造我们的孩子。所以，真正的提问不应该是 AI 未来会不会毁灭我们，而是我们正在用怎样的语气召唤什么样的未来。What am I supposed to do? Scream it out, let it burn inside. Shattered